现在这个台湾的防疫不力，可以说是防疫失败啊。那么不管是民进党，还有不管是蔡英文，他的民调都直落。那么请问一下，民进党会怎么做呢？没有错，就是过去常用的手法哈，就是转移焦点。是。现在怎么转移焦点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当然就是利用所谓的美国好朋友了哈，燃起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危机。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台中人最好欺负哈，对不对？最近又突然去突袭这个台中哦，中火突然之间取得了特许执照啊，台中人炸了锅，都想问这是特照呢还是特权呢？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只看到了经济部长王美花，因为防疫期间嘛，线上记者会。这个线上记者会呢，匆匆忙忙半个小时之内就决定了这么一个特大的一个事情哈。他说他跟内政部讨论过啦，行政院允许啦，等等等等等。无论如何哈，就是呢，他要告诉全台湾。台中中火的事情我说了算，那么当然呢，立刻台中市府也炸了锅，台湾人也炸了锅哈。这个台湾现在还需不需要地方政府？照理说呢，台中市府地方政府是有审核权的，是。那么审核很简单嘛，就是帮台中市民来把关，你的各项这个空污标准等等合不合格啊？但是这个部分呢，现在整个权力这个王美花这边把它收回。你不用审核了，我说了就算哈，所以这是一个独裁的一个复辟吗？是宣告独裁的开始吗？好，台中市长卢秀燕呢，第二天立刻举行了记者会，提出了5个疑问呐，大哉问。我觉得有一个结论做得很好，叫做一纸公文就废除了法律。你听过全世界有这种奇谈吗？一纸公文，一场记者会可以废除法律哈。我想我们稍后来谈一下这个细节哈，到底他这次的细节，因为民进党现在的操作呢，台中为什么不肯呢？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以煤换气呀哈。你们不是说不要烧煤吗？烧煤空气污染很好啊，那我就不要煤啊，以煤来换气啊，换成天然气给你们台中，你们台中怎么会还不要呢？对不对啊？现在你看到所有绿营的口径呢，把它带向这个方向，也就是说呢，我王美花做的是一件大善事，对台中对于空气污染是好的。那么台中市府呢，食古不化，就是不肯要，跟全台湾人作对，现在把它操作成这样哈。赖老师你怎么看？我们先从大的层面看，这个气候暖化会议啊，这个美国也已经重新回来了。重新回来，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方向。目前来讲啊，就是欧盟、中国大陆啊，跟美国，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很有可能啊会携手合作来推。一旦推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碳中和，要减碳，所以火力发电绝对是违反世界潮流的。是，而且欧盟也已经要定出一个碳税，也就是说，你继续用火力发电的你的产品卖到欧洲去。你全部要增加20%的这个碳税，20%碳税哦，台湾的企业就不要活了，1/5哦。而且呢，他现在希望美国跟中国大陆也都跟上。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也愿意都跟上的话，台湾你卖到大陆、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如果日本也跟上的话，你甚至卖到日本，你的产品，因为你本身还用火力发电，所以你的产品本身都要被加碳税。一旦被加碳税，台湾的企业没有活路，只有离家出走这一条路。这一点先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个大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讲，经济部或者他说他有跟内政部等相关的单位都谈过了，所以呢就决定要再增加7组。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盖在内政部家里？就是如果你跟徐国勇谈过，你就盖在徐国勇家里。你可以盖在桃园呢。对，你要不你就盖在桃园，你要不你就是盖在基隆。但是我觉得基隆人也会抗议，新北深化电厂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民意反对，后来拆掉啊。对，也就是我相信桃园人、林口人绝对不要它盖在那里，基隆人也绝对不要它盖在那里。但是他为什么唯独的就欺负台中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也就是说，第一个卢秀燕，我觉得她可以打法律官司，也就是你中央政府有没有违反法律，有没有越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打法律官司。第二个要打政治官司。什么叫打政治官司？当然不是在法庭上打政治官司，而是你本身有没有考虑电厂是在台中，台中人的意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可以向台中人来问，你要不要增加机组？你目前污染的还不够吗？你还不要再增加机组？为什么行政院或者经济部可以没有遵照民主的程序？没有遵照台中人的意愿
你强加于台中人的意志上面，把你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台中人，而且它已经造成了不会只是台中人本身受害，它也会造成彰化、云林、对，因为屏东人空气是流动的嘛，因为它是一个不是屏东那个云林跟南投整个流动的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可以联省来向中央表达强烈的抗议。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甚至可以发动公投。好，当然我们这个主要我要谈到这一题，是因为现在这个防疫失败民怨高涨，所以这个呢被认为是在转移焦点，可以说是用突袭式的方式，是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的征兆，很不民主这个完全不用这个协商，完全没有任何的公听会，也完全没有做过这个民调等等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细节啊。现在民进党带风向叫做这个以煤换气，真的是如此吗？哈，我们看到在这个增加之后呢，取得了特照，在台中呢5根大烟囱现在会变成7根啊，那么10部这个燃煤机组呢，现在整个会变成12部啊。那么这个过程划不划算呢？我给大家看一份这个逢甲大学环工系的教授梁正中老师，他花了30年的时间就在研究台湾的 PM2.5，在研究空污这件事情。他说他一生只研究空污，他呢是台湾空污的一个权威他要告诉大家，他算一下中火要装的这个天然气机组，虽然是天然气，但它是一个怪兽等级。什么样的怪兽等级呢？我们以这个发电量来看，它的1部天然气机组总发电量就1300 MW，2部呢就是2600。现在中火呢整个10部加在一起呢，也不过5500而已所以说这2部加起来就是10部的1半，可见它多大，是怪兽级的大，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呢，大家认为燃气就绝对不会有污染吗？怎么可能？燃气是比燃煤好一点点，但是你看到，根据梁正中老师的说法燃烧天然气排放的2氧化硫是比煤炭要少一点点，但是别忘了，它会产生另外一个氮氧化物，而这也是这个雾霾的产生原因。而且呢，我们看到台湾呢，因为阳光充足、湿度高，这个氮氧化物呢，很快的会变成硫氧化物，排放空气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了硫酸盐跟硝酸盐，这2个就是 PM2.5的主要成分。再加上呢，拆了2部，因为现在还没有拆台中市府的说法非常理性，你可不可以先拆再盖新的？因为之前的设备非常的老旧，它的这个污染排放率太高了，所以现在应该把旧的拆掉，我们用新的让它的污染减少。但是呢，我们看到王美花他们不肯，旧的不拆，新的还要盖你看到未来就算是拆了2部燃煤还有8部机组，它怎么算，台中人都没有赚到，都不划算。这个污染量呢不减反增，所以呢，他的结论是，请问还要不要让台中人活呢？当然这个空污的权威呢，他很仔细的，他从科学的方式算给大家看，所以这也就戳破了这个。民进党现在在带风向嘛，我是要给你燃气我不要燃煤你为什么不要呢但是如果说从科学的数据算一算，就知道这个包藏祸心。他这样子虽然这是他的话术啦，但怎么加减乘除算一算这个污染只有更多，没有更少。2部机组等于是5部机组燃煤的总和，是2部等于是5部，5部对，5部的总和没有错，一半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增加火力发电，而不是减少火力发电。然后它再把2部拆掉的话，它还是增加火力发电。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对台中人的健康真的是伤害很深。那原因在哪里？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半导体要发展，它要用中火去提供给新竹他们的这些半导体所需要的电，因为半导体目前来讲已经传出他们的电可能会不够。那为了要满足美国的需要，也就是要满足，因为台积电现在几乎要把全部的量能全部都要启动，全世界都在缺晶片，缺汽车晶片，所以它整个量能都要启动，它要耗掉多少电，耗掉多少水，它要污染多少水，要用多少电，这个电不够的话，那你想想看哪里来？台北核1、核2也要结束了，然后当然就从台中来。从台中来，他就用话术来去移花接木，来欺骗台中人，然后就说：“哎呀，这天然气比较好你看你以前假设你以前你家里面是烧煤球的现在换了大台北瓦斯换了天然瓦斯，你看你家里就干净啦。我在台中，我给你2部机组，然后呢你就干净了。可是他并不是把你的10部的燃煤的都拆掉
我们是家里的煤球全部都拿走了。是啊，观众朋友，您想想清楚哦，我们要换天然气的时候，是把家里的煤球全部都拿走了。台中并不是把10部机组都拿走了，换成2部。或是换成4部天然气机组。赖老师，你知道吗？它新增加了这个天然机组哦，因为它的发电量非常大，这个怪兽级什么概念呢？中火本来是全台湾最大的，现在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那请问一下，那它的天然气的储存槽在哪里？是啊，是在台中港那个附近吗？是啊。如果是的话，那我跟观众朋友告诉你哦，台中的朋友跟你们说，天然气的储存槽在哪里，危险就在哪里。因为天然气的储存槽，在国际间有好几次，天然气的储存槽本身由于某一些各种因素而造成失火爆炸。不要忘了，我们的天然气储存槽也发生过事故哦。其实台中人呢，对于这个中火，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呢。对，真的是，我觉得中火是台中人的一个噩梦。当然啦，这个发电各县市政府去承担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但台中市想问的就是，为什么都是我们在承担啊？你为什么不放在新竹？你为什么不放在其他的地方都是用台中人的肺来发电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共同来分担一下？应该要均衡的大家来考虑。对，而且这应该是地方首长跟中央大家坐在蔡英文不是一直希望说这个非核家园要绿色发电吗？这个绿色发电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因为它的配套做不到，所以它现在又回到这个燃煤，燃煤大开之外，加上这个所谓好听的这个燃气啊。但燃气刚刚这个梁老师已经告诉你了嘛，燃气绝对不是没有污染，它的污染呢，因为它的排放量越大，它的污染的相对又提高。而且这个中火，赖老师记不记得，就在大概1个月前它的输送煤管还整个烧了起来，对，烧起来。当时那个烟雾黑烟之大台中人恨透了。对，还有蔡英文政府突袭也不是第一次了，你记不记得在4月份的时候，他也是透过一个突袭，他的3号机组呢，突然之间悄悄的半夜就重启。一下子那个温度就升到几千度，后来被台中市府发现，台中市府一下子重罚他2000万，他们哭天抢地等等。但这个过程，我觉得除了一个污染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民主程序。对，我们台湾现在是地方自治，我们看到这个民主程序，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嘛。是台湾发展了这个半个世纪好不容易把所谓的民主程序呢建立的慢慢的比较成熟。现在我们是在走回头路吗？如果按照这个方式，一位经济部长半个小时的记者会完全没有公布细节，没有公布讨论内容，没有公听会，没有民调，他就可以一个人独断独行的决定的话，那我们台湾还算是民主吗？民进党就是这样子，民主是挂在嘴巴，实质上来讲，他是根本不在乎民主。因为其实我在很多的节目里面都一直说，最不想要民主的就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民主只有在嘴巴里面。您看看，一旦他每一次掌权了以后，他所作所为都是不民主。他可以把中天关掉。你看他现在对于香港的《苹果日报》，他不敢吭声，为什么？因为他一吭声，人家就说，哎，中天不是就你关了吗？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你看欧美的国家更可怜，更丢脸。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叫了半天，中天的时候不敢叫一声，所以大家都说，哎呀，你欧美的这些国家这些媒体也都闭嘴了，因为你们都是2套标准。好。一直都是2套标准的情况下，欧美人把自己的信用扫地，民进党更把自己的信用扫地。民进党的问题就在于还是一张嘴，他永远就是那一张嘴，而且那一张嘴就是我做的都叫民主，你做的都叫不民主。然后我做的违反法律都可以，都是合法，你做的违反法，你做的合法也变成违法。这个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在台湾玩的一套手法。到今天为止，你想想看，这个电厂是要盖在台中，有没有问台中市政府？没有。有没有问台中市民？台中市府有审批权，但现在等于是被收回、被没收了。我觉得台中市政府应该要阻止他们来施工。而且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如果我今天是市长的话，我就把你台电的门口把你开始进行这个管路的维修。而且我不太懂堂蔡政府也是人民817万选票选出来的，为什么都要用突袭？像你看，我刚刚讲4月份这个3号机组半夜偷偷开启需要这样吗？你也觉得说实在是有点掉漆堂蔡政府，那是民进党的惯用的手法。如果你觉得你很有道理，你就光冕堂皇的嘛，先预告一下，我报告全台湾的人民，我报告全台中市民，我几月几号的几点我要重启。
因为我有道理呀，秀芳，你对民进党还是有期望。这个党很特别哦，我期望他开大门走大路。这个党要开大门走大路很难啊，因为它的成分就是如此。你要这个党说实话很难，做好事很难，然后要能够做出有本事的事更难。这个党永远就是一张嘴，我敢跟你保证，这个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张嘴。有时候我看电影啊，就是有一些人死了以后啊，指下骨头的时候，他还会嘎嘎两下。我有时候常常讲，民进党就很像那个咕噜头，死了以后还会嘎嘎嘎两下。你这样讲很有画面感。就是他，因为他就是那张嘴，他永远就是我做的都叫民主，其实他做的都是独裁，然后他把独裁说成是民主，这就是民进党最大的特点。好，所以台中人不能好欺负哈。之前限水台中优先，现在空污呢叫台中人吸饱吸满，台中人活该嘛哈。这蔡政府认为这个台中人好欺负嘛，让台中人用爱发电是蔡政府所谓的真爱台湾的表现嘛。我觉得台中人不能就这样吞了。首先呢，打电话给你所在地的这个立委、民意代表，尤其是民进党籍的啊，问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哈。台中人是不是？那你是不是补偿台中人？台中人优先打疫苗呢？啊，你让台中人吸脏污的空气，又限水优先，请问台中人获得了什么样的补偿啊？对，请问一下，这个台中市选出来的民代啊，尤其是绿营的民代，有像你们的贵党，像民进党帮台中市民争取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吗？啊，希望台中市民呢能够表态，能够打电话给你所在的这个委员们。